好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进入阿金老师讲堂。这一讲我们紧接着讲 UGNX 装配设计第4讲，装配模块学习，添加组件案例精讲，案例讲解，锂电池手电筒。知识点用到我们的定位，根据绝对原点，根据约束、接触、对齐、固定、同心、距离、平行和角度，打开我们的 UG。那这个就是我们的锂电池的一个什么？一个手电筒。那我们接下来主要讲这个手电筒。那讲这个手电筒就是说，事先呢，我们把这个手电筒的每一个零件我们建模都建好以后，然后呢，我们干嘛呢？我们就干什么？我就根据我们的装配下面有个组件，添加组件，把我们的这个每一个零部件把它装配起来。利用什么？利用我们的这一个装配约束。装配约束里面常用的是一个接触和对齐。接触和对齐里面就有接触、对齐、自动判断中心或轴，以及我们的同心、距离、固定、平行、垂直。OK， 这是我们前面讲的一个内容啊，前面讲的内容。那今天这一节课呢，我们就干嘛呢？我们以这个案例来讲解一下，来巩固一下我们前面所讲的一些内容和知识点。好，那怎么办呢？点新建。新建什么？新建我们的装配。然后呢，我在哪个盘点打开，在我们的这一个这个里面，以及我们的这个里面习题里面，锂电池手电筒点确定。然后呢，直接干什么？直接属于一个手电筒，看到没有？手电筒，看到没有？手电筒。好，点什么？点确定是装配的，点确定。好，点取消。大家注意，我们前面讲过，那我们要装配的时候，我们的零件，所有的零件以及我们那个装配文件都必须要在同一个文件夹里面。那我们看一下是不是在哪里？在我们的这一个下面，然后呢是我们的正向设计装配下面，以及习题里面有一个锂电池手电筒里面，你们看一下，这些都是我们事先做好的这个手电筒的每一个零件。然后我们现在干嘛？我们现在在这里面做了一个什么？新建了一个装配文件。然后我要把这些所有的零件利用我们的装配模式下面的装配约束，比如说接触对齐啦、同心啦、距离啦，还有我们的垂直啦、平行啦、固定啦，我们都把它干什么？把它装进来，看到没有 ？OK， 好，那我们怎么办？我们干什么？我们先保存一下。我刚才新建了手电筒 ASM 是什么呢？就表示是我们的什么？表示是我们的一个什么？一个装配的一个文件，看到没有？手电筒 AISM， 看到没有？重新打开，对吧？好，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要把第一个装进来。那么第一个怎么装？用什么方式去装？用来点装配，装配下面有个组件，点添加组件，然后点打开。打开什么？我打开在我们的这个文件夹里面，习题里面，锂电池手电筒里面，我首先装一个什么？先装一个我们的一个底壳，后壳，看到没有？点后壳。那后壳装进来，第一个我前面讲过，第一个零件装进来，我用什么模式？用什么方式呢？是用我们的这一个什么？是用我们的这一个绝对原点啊，用绝对原点，就是坐标系和坐标系对齐。也就是说，这个零件有一个坐标系，装配文件有一个坐标系，这两个坐标系和坐标系对齐，零点和零点对齐。X 轴和 X 轴对齐， Y 轴和 Y 轴对齐， Z 轴和 Z 轴对齐，点确定，就装好了吧。好，然后呢，紧接着怎么办？我点装配部件导航器，我把这个后壳点右键是装配约束，把它干什么？把它固定。注意，我要把它固定。为什么把它固定？我把它固定好以后，它就不会乱动了。就是说，我们后面我再来移动它的时候，我就移不动了，看到没有？我就移不动了，看到没有？我就移不动了。注意了啊！好，那我们现在装我的什么？装我们的另外一个，点什么？点我们的装配。装配下面有个组件，点添加组件，点打开。我装什么？装我们的一个前盖，看到没有？点前盖，装哪一个？装前盖。
装我们的前盖，点 OK， 然后怎么办呢？点什么？点确定。用什么？用我们根据点，看到没有？根据约束点确定。点确定进来以后呢，再点确定，是进来了。老师这都放好了。告诉大家，因为我们在学装配的时候，阿勇老师做产品结构设计或做模具设计的时候，或做钣金设计的时候呢，我一般都用什么？用 top down， 自上而下的设计模式。那这个它本来它就是装在一起的，因为它是坐标和坐标一起的嘛。那我们怎么办呢？那我接下来就把这个前盖呢移动开，移动开以后，用我们的约束去把它约束好以后，你再去移动就移不动了。好，那再点我们的装配部件导航器，选中我们的前盖，点右键，点右键下面有什么？有一个装配约束。首先我们看怎么去装配。这里有一个柱子，这里有个柱子，那我肯定用什么？用我们的什么接触对齐里面的自动判断中心和轴，选择什么？选择我们的这个轴心和哪个轴？和我们的这个轴心干什么？对齐。好，我们再选择这个轴心，看到没有？这个轴心和我们的这个轴心对齐。对不对？好，再用什么？再用我们的接触，也就等于说，这个上盖的这个面和我们的这个面是干什么？是对齐，是接触的。点确定。好，现在大家看一下，那我们这两个壳体就装好了。但到底完成没有完成呢？到底约束完整了没有完整呢？那怎么办呢？很简单，点装配部件导航器，选中我们这个前盖，点右键，点什么？点我们的移动，能移得动说明你干什么？装没有装好，移不动说明你装好了。看到没有？我现在怎么去移动都移不动，说明我们装配已经干什么？把它装配完成了吧？大家注意啊，那像我们前面讲过，上一节课我们讲过，我们可以移动的，但是这个移动了，这个也跟着动了呀，说明也是完全约束了。那今天为什么我移动这个的时候它都移不动了？因为我把这个固定了。什么固定？和我们草图里面的固定是一样的，用钉子把你钉到这里，你就保持目前的这个状态，你不能动。如果说大家对草图的约束还没有学会的话，还有什么不迷茫的话，大家注意可以看一下阿九老师的这个系列课程，里面有一个有机造型画图建模的那个课程，就会讲到我们的草图的一个约束，完全约束。那我们在装配模式下面来约束它，也要用到什么？也必须要约束几个约束？3个约束，看到没有？3个方向 ，X 方向、Y 方向、Z 方向，你把这3个方向搞定，它就搞定了。OK， 好，那我们接下来继续。那这两个做好以后呢，我们再装什么？我前面也讲过了，我们要学装配的话，你首先要知道这个手电筒的它的什么？它的这个装配模式啊，以及它的一些部件怎么装配的，对吧？好，那我现在来装什么？来装我们的这个 PCBA， 看到没有？那这个 PCB 是哪一个？是这个 PCB。那这个 PC 怎么装？很简单啊，怎么办呢？它是在我们的一个后壳切换到我们的这个装配图手电筒，然后我现在把它干什么？Ctrl加 B 把它隐藏。那我们的那一个什么？那我们的那一个PCBA 是装这里的，对吧？这个指示灯嘛，对吧？那怎么装呢？点什么？点我们的装配，装配下面有什么？有一个我们的组件，点添加组件，点打开，下面就有个 PCB， 看到没有？点 OK。好，仍然点什么？仍然点根据约束，我们点什么？点确定，点确定，是进来了。好，进来以后呢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就好了呀？不行的，因为这个装的时候看上去装好了，但是呢，它是没有约束到位的，怎么办呢？我们仍然要把它移动。我为什么要移动？不移动我们是装不了的，因为你不移动的话，这个是可以移动的。如果你约束好了的话，它是不可以移动的。那为什么我点确定的时候它就进来呢？我还是那一句话，因为安老师做这一个产品设计用的是 top down， 也是自上而下的设计方式，是我们一个整体建模的。那么后面就会讲到装配下面的一个组件、新建组件的这种形式。
因为我们今天讲的是添加组件，所以说我用的这一个案例呢，是我之前在 top down 的设计思路把它设计出来的。那每一个部件它的坐标系是同一个坐标系，它自动就会装好的。那我为了讲这个案例，我就把它移动一下 OK。 好，那我们接下来把我们这个 PCB 装起来。那怎么装？也是一样的，这个柱子这个孔和这个柱子对齐，这个孔和这个孔对齐，那底部的这个面呢和这个平面干什么？是平过的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仍然点部件导航器，选中我们的 PCBA， 点右键，右键下面有个什么装配约束，仍然用我们的装接触对齐，用什么？用我们的自动判断中心或轴，选择这个圆心，这个轴和这个轴干什么？对齐。好，我再选择这一个轴和我们的这个轴对齐。好，那我接下来用什么？用接触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哪个面？我们的这一个面和我们的这一个面对齐，点确定。好，我们这个就完全约束了。这样的话，你再去移动它，你是移不动的。看没有？我再移动它，你是移不动的，说明你已经把它完全约束了，三个方向你都把它约束了，注意了，好吧？好，这是我们一个。那我们接下来干什么？接下来我们要把这个什么？把这个充电的这个座子装进来。怎么装？仍然点我们的装配，装配下面有个组件，点添加组件，打开，找到我们的那一个什么那一个充电头，看没有？点 OK， 点确定。好，它也装好了，点确定。怎么办呢？仍然要把它移动，点充电头，点什么？点移动，然后呢往这边移动，对吧？点确定。好，移动好以后，我们现在把它装起来。装起来，这个充电头它是要旋转的，那应该是这个圆柱和这个圆柱干什么？是不是同心的？是不是同心的？好，那怎么办呢？点装配部件导航器，点我们的充电头，点右键装配约束，仍然用我们的自动判断中心或轴，选择这个轴。好，再选择这个轴，装起来了吧？那这样装起来可以了吗？这样装起来可以了吗？这是一个方向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我们还要另外的一个方向，看到没有？另外的一个方向。那轴定好以后，我们现在怎么办呢？用什么？用我们的一个平行，看到没有？平行。那这个面和哪个面？和我们的这个平行，看到没有？平行了吧？好，然后呢，还有什么？还要用我们的一个距离，点什么？距离用什么？用着这个面和我们这个面要给一个什么？给一个距离，看没有？距离 0.2， 好，接下来我们的这个也已经把它完全约束。我们可以拖动一下，完全约束没有？完全约束了吧？那怎么办呢？你也可以点什么？点我们的装配部件导航器，选中我们的充电头，点右键，我们去移动一下。如果能移得动，说明你搞不定，看没有？移不动，三个方向我都移不动，说明我们搞定它了，说明它已经完全约束了吧？是不是？看没有？好，那我们这个充电头我们已经把它做好了。那接下来我们再看，因为有时候我也记不住移哪一个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装什么？要装我们的这个。那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什么呢？是我们的一个什么？是我们的一个灯头。那这个灯头装进来，装这里平过 OK， 很好装的，看到没有？点我们的这一个手电筒，仍然用什么？你也可以把这个隐藏过来，对吧？那我现在装什么？装这一个手电筒电头，就是灯头，怎么办？仍然点什么？点装配。装配下面有个组件，点添加组件，点打开，找到我们的灯头找到我们的灯头，灯头灯罩，灯头看没有？点灯头确定，点确定，点确定，装好了吗？装好以后呢，但是它是自由的，它不是没有把它完全约束，我们可以干什么？把它移动的，把它移动的，我可以随便移动，看没有？点确定。
那我们接下来仍然点这个装配部件导航器，选中我们这个灯头，点右键，干什么呢？装配约束。首先仍然用我们的接触和对齐下面的一个自动判断中心和轴，选择这一个轴心和这一个轴心。好，再用我们的接触，也就是说这个面和我们的这一个面接触，搞定了吧？确定了吧？对不对？这不是搞定了？是不是？这个是不是装好了？这个装好了，它有一个自由度没有限制。什么没有自由度没有限制？旋转，它可以旋转，但它可不移动不了，因为它还有一个自由度没有限制。注意看这个灯头呢，我们干什么？我们移动，你看你这样移不了，这样移不了，你去旋转它是可以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它的这个旋转方向的自由度我们是没有约束的，看到没有？它是可以旋转的，这个没有关系，它没有要求的，我们就可以旋转，看到没有？它这个方向自由度我们是没有限制的吧？它是不是可以旋转的？是不是可以旋转？那你往这边移动不行，往上面移动也不行，唯独是可以绕我们 X 轴进行旋转的，你想怎么旋转就怎么旋转，看到没有？取消，是，看到没有？注意好，那这个做好以后呢，我们现在干什么？我们现在要把这个灯环装这里，装饰环点什么？点我们的这一个装配，装配下面有一个组件，点添加组件，添加组件点打开，找到什么？找到我们的这个装饰灯环，装饰灯环。那这个灯环装哪里呢？看到没有？我选装饰灯环，点 OK， 对吧？点确定，装这里的，好，点确定。那这灯环怎么装呢？仍然先把它移动一下，灯环仍然干什么？仍然用我们的移动对象，看到没有？把它移动过去，点确定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来装它了。装它怎么装？仍然点什么？点部件装配部件导航器，选择灯头环。然后呢，用什么？用我们的装配约束。首先用什么？用我们的这一个自动判断中心或者是轴，选择这个圆形和我们的这个圆形。好，再用什么？再用接触，选择这个边和我们的这个边可以。选错了怎么办？按住Shift不动，得选一下它。要选哪边？我要选择这个边，和哪边？和这个边挨着，看到没有？好，那这两个边挨着以后呢，我们还要干嘛呢？我们还要干什么？有个卡扣，点确定。那这个地方大家注意，这个地方的话，你去约束的时候，这个地方我把它改成透明的，看到没有？改成半透明的。那它的这个卡扣，看到没有？这个卡扣是不是有个平行关系的？好，那么怎么办呢？仍然点我们的灯环，点什么？点我们的自动约束，然后约束什么？约束一个平行，这个面和这个面平行就可以了。然后我现在旋转的时候，这个动，这个也动，说明它两个已经约束好了，只有这个是没有约束好的。那如果说你们想把这个约束好，这个呢，它本来就是用什么？用我们的螺纹去旋转上去的。那这个地方我可以不管它，懂了好，那我们继续，再点我们的这个装配，装配下面有一个组件，点添加组件，点打开，点打开以后，我们再来装什么？再来装我们的一个卡环这个卡环，点 OK， 好，点确定，点确定进来吧。那这个卡环在那里，卡环在这里。那这个卡环是怎么做的？看一下，这个卡环是卡到这里的，懂吗？然后仍然怎么办呢？还是一样的，把它移动过去，看到没有？因为这个就比较有一点点比较那个麻烦，本来都装好了，是又为了移动，原因在哪里？原因就是我们的这个地方呢，我用的是 top down 自上而下的一种设计方式和思路，所以说我用的这个呢，大家注意一下好，用什么？用我们的接触和对齐，用我们的这个自动判断轴，选择这个轴，好。再选择这一个轴，再用什么？再用的接触。好，这个边呢，接触，取消没有约束好，重新约束一下，看到没有？点什么？点约束，用嘛？接触对齐。首先用什么？用对齐，选择这个轴心，好，再选择这个轴心，对吧？好，再用什么？再用我们的这个接触，好，选择
这个面和这个面，哎，报错了，哎，刚才这个出问题了啊！注意啊，那我取消，是，重新来一下啊，看啊，那怎么办呢？哎，我仍然选中我们的装配部件导航器里面一个卡环，点什么？点装配约束，用什么？用我们的对齐，用我们的这个接触和对齐，用我们的自动判断中心和轴，选择这个轴，对吧？好，再选择这个轴，对吧？然后再用什么？再用的接触，好，选择这个面，接触，哎，选择，哎，这个面选不中啊。好，选这个面，注意了啊，可能选错了啊，是，我们再看这个怎么回事啊？好，我们看一下这个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干嘛？哎，我们现在看一下啊，我们现在重新再做一下，怎么做？仍然点什么？点我们的这一个装配部件导航器，选中卡环，点右键，点什么？哎，点我们的这一个装配约束。首先仍然用什么？用我们的接触对齐里面的一个什么自动判断中心或轴，选择对象，选择这个轴。好，再选择我们的这一个轴，哎，再选择我们的这个轴，哎，这个轴没选中，哎，选这个轴，看到没有？好，再用什么？哎，再用我们的接触，选择这个面，好，再选择这个面，搞定了吧？点确定，对吧？好，那我们这个做好了，那我们接下来再点我们的装配，装配下面有什么？有一个我们的组件，添加组件。添加组件点什么？哎，点打开，哪一个呢？哎，我们是哪一个？哎，我们看一下，还有哪个没有装？哎，还有哪一个没有装？哎，还有这个没装，比如说灯罩，点灯罩，好，点确定，好，点确定。那么灯罩是装这的，哎，我们看这个灯罩，哎，灯罩它是装哪？它是装这个位置的。哦 ，OK， 好，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仍然点部件的装配部件导航器，点灯罩，点右键，然后干什么？点我们的装配，用我们的移动。干什么？哎，把它移动开，看到没有？把它移动开，移动开以后，接下来我们该装它，怎么装呢？点什么？点我们的这一个灯罩，点右键，点什么？点装配约束，选择我们的自动判断中心或轴，选择这个圆啊，再选择这个圆，对吧？好，再用什么？再用接触，也就是说，哎，这个面和这个面挨着，看到没有？点确定，搞定了吧？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干什么？哎，我把它隐藏，然后我们再装什么？再点装配，装配下面有什么？有添加组件，要装什么？点打开，装我们的这个 LED 灯啊，点 OK 啊，点确定，看到点确定。哎，那我们 LED 灯装这里，哎，装到这里的话，这个位置好像它没有什么固定的呀，哎，它没有什么固定的呀，直接装这里吗？好，那我们看一下，哎，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灯座是怎么装的，哎，要看它是怎么装的，哦，是装这里的，看到没有？是装这里的。好，那我们怎么装呢？很简单，把它隐藏，把这个显示出来，把我们这个灯罩显示出来，然后干什么？再点我们的 LED 灯，我把 LED 灯先移动开，看到没有？哎，我先移动开来，点确定，然后接下来点什么？点我们的 LED 灯。点右键，点装配约束，选择什么？选择我们的这一个自动判断中心或轴，选择哎这一个圆形，好，再选择我们的这个圆形，好，再选择哎这一个的是吧？哎这个的圆形，好，再选择哪一个？再选择我们的这个要一一对应的啊，要一一对应的，好，再选择我们的这个圆形，看到没有？好，再用什么？再用我们的这一个距离，好，再用我们的一个距离，选择这个面和这个面的一个距离，好，它距离是多少？是一个83，我给一个负的2毫米，看到没有？哎，我给一个负的2毫米，好，我再给什么？哎，负的1.5，看到没有？刚挨着吧？点确定，那我们这个灯 LED 灯是装好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再把我们其他的隐藏过来，哎，显示过来，看到没有？显示过来吧。好，那这个地方还有个什么？哎，这个地方还有什么？还有个灯罩。那灯罩怎么装？好，灯罩呢？哎，我把它隐藏过来，灯罩是装这里的。那怎么做呢？仍然点什么？点装配，装配下面有个什么？有一个添加组件，
打开什么？打开我们的这一个镜片啊，叫镜片，不叫灯罩，点镜片，点 OK， 点确定，好，点确定，是装这里的。好，那我们怎么装呢？首先也是一样，把它移动开，点什么？点移动对象，然后干什么？把它移动开，移动开以后，仍然点什么？选中我们的装配部件导航器，选中我们的晶片，点右键，点什么？点我们的这个装配约束，然后仍然用什么？用我们的接触对齐，用我们的自动判断中心或轴，选择这一个圆心，再选择我们的这一个圆心。好，再用什么？再用我们的接触，也就是这个面和哪个面？和我们的这个面挨着，点确定。那我们这一个是装好了。好，装好以后，我们再把它隐藏过去。那我们接下来要装上面这个，那上面这个什么东西呢？仍然点装配，装配下面有一个组件，点添加组件，点打开，在哪里呢？是我们的哪一个？是我们的这一个哪一个呢？哪一个？找一下啊，找一下，我找一下。是这个吗？装饰环我们装了，好，装饰环1，好，点 OK， 好，点什么？点确定，装饰环在这里，好，点确定。那我们先干什么？把这个装饰环装一下。那这个装饰环怎么装呢？我们看一下，点右键，仍然把它移动一下，我把它移动开来，看没有？移动开来，看没有？移动开来，好，移动开以后点确定。那接下来仍然点什么？选中它，点右键，可这一个什么装配约束，仍然用我们的自动判断中心或轴，选择这个轴和这个轴的一个装配。好，点确定。那接下来干什么？接下来点编辑对象显示，把这个改成什么？改成一个透明的。透明的以后呢，我们现在把这个地方装起来，看没有？它的卡扣到这里的。那卡扣到这里，我们再选装饰盖，点右键，下面有什么？有一个装配约束，然后我们约束什么？我们约束一个什么？约束一个平行。好，这个面，约束这个边和这个面平行，对吧？好，我们再约束什么？再约束一个距离啊，距离，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边和这个面的一个距离，查询选取和这个面的一个距离，看没有？1毫米，0.1，确定，搞定了吧？看没有？好，那我们再点装配，我们看还有哪些没有装啊？有一个装饰环1，还有一个什么卡环啊？还有卡环。那我们还有这个地方没有装，点什么？点装配，点组件，添加组件。我们再看哪个位置？再看一下是我们的哪一个位置啊？还有个装饰环没有装。还有个装饰环，点装饰环，点 OK， 对吧？好，点确定，点确定，是放这里。好，那我把这个装饰环装上，很简单，仍然也是一样移动啊。因为这个为什么老是要移动呢？因为我们这个造型本来我造型是top down 的造型方式，所以说这个地方呢没有办法啊，点确定。好，那我们怎么做？仍然点我们的这个装饰环，点右键，点什么？点我们的装配约束，然后用什么？用我们的接触或对齐。仍然用我们的自动判断中心选择这个圆形，好，再选择这个圆形，没有选中，看到没有？好，那怎么办呢？点确定。好，现在怎么办？因为你现在可以干什么？你可以把它干什么？透明一下，看到没有？把它干什么？半透明一下。半透明一下以后，大家要注意，这个槽是装进来的，看到没有？这个槽是刚好卡到这里面的，那怎么办呢？点我们的装配部件导航器，选中这个装饰环，点右键，右键里面有什么？有一个装配约束。好，那我首先用什么？用我们的距离，这个边，这一个面和这一个面，看到没有？给个距离，好，点确定。好，那这个距离还有，那干什么？我再来个距离，选择这个面和哪个面？和这个边。要选这个边啊，不要选这个面啊，和这个面的一个距离，点确定，看到没有？0.5、0.1，好，那我们这就装好了。那我们接下来再装什么？再点装配，装配下面有一个装配约束，有个添加组件，添加组件点打开，在我们的一个什么一个开关，我把开关给它装进来，
我把开关装进来，开关装这里。好，首先怎么办？我们移动一下，我们也可以什么？干什么？点拨键档去选中它，点什么？点移动，干什么？把它移动上去，对吧？好，移动上去以后呢，我们现在怎么办呢？我们直接点什么？点我们的装配约束，也可以再找点什么？那一个什么？我们的这一个组件位置就可以点装配约束。好，我约束什么？约束我们的这一个对齐。用什么？用接触。那这个面呢和这个面呢对齐。好，我再干什么？我把它消移一下。消看不住看不见怎么办？我再点编辑对应显示，干什么？选中它，点确定，然后干什么？把它半透明一下，点确定。好，然后我们现在再干什么？再来干什么？再来用我们的距离，也就是说这个边到哪个面？到我们的这个面的距离，看到没有？这个面的距离，黑色的这个面的一个距离。好，再来干什么？再来一个平行，哪个平行？也就等于说我们的这一个面，看啊，这个面，手电筒的这个面和哪个嘛？和我们开关的侧面平行，和这个面，注意啊，用我们的快速拾取，这个面看到没有？平行，点确定 ，OK。那我们这个就约束好了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还是什么？接下来就是再点装配，装配下面有个组件，添加组件，然后点打开，在哪里呢？是我们的装饰，装饰盖，点 OK， 对吧？点确定，点确定。好，我们也可以在这里面去移动，我们也可以干什么？点装配，装配里面有一个组件位置，用移动，点什么？点移动组件。然后选中它，干什么？把它往上移动，拖动，对吧？点确定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？接下来我们就干什么？就来约束它。怎么约束？首先呢，我把这两个隐藏，只要这两个装配就行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首先约束什么？约束一个距离，看到没有？点什么？点装配。装配下面有个组件，有个组件位置，有个什么？装配约束。和在部件导航器里面去调是一样的。好，那我选什么？选择我们的一个距离，选择这个面和我们这个面的一个距离，它是10毫米，我给一个负的 0.1， 下来了吧？看到没有？下来了吧？对不对？好，然后干什么？我再来给一个什么距离？选择这个面和我们这个面的一个距离，和这个面距离多少？0.12 OK， 没问题，对吧？好，那还有一个方向，注意，还有哪个方向？还有我们的这个方向，因为我们现在限制了它的上下方向和一个这个方向，但是呢，这个方向没有限制，我们怎么限制？仍然用距离，选择我们的这个边和我们的这个面的距离 0.1， 点确定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就把它已经完全约束了，看没有？那到底有没有完全约束？我们可以干嘛？我们可以点什么？点装配，装配下面有个组件位置，点什么？点移动组件。我移动这个，好，点中间指定位置，好，我拖动一下，移不动，看没有？移不动，说明是 OK 的吧？懂了吗？好，那关于这个案例呢，我就讲到这里了啊。那这个案例呢，我们讲的是这一个锂电池手电筒的一个什么？一个约束，就是事先把每个部件画好以后，我们再把它装进来，用我们的装配下面的一个组件，里面有个添加组件，根据我们什么？根据约束，那约束在我们的装配里面的一个装组件位置里面有一个装配约束，还有这个显示或隐藏约束，点一下，干什么？显示还是不显示？约束之间的，看没有？选择一个约束显示还是不显示？看没有？点确定，看没有？就不显示它了。就算现在隐藏起来了嘛？看没有？把它隐藏过来了嘛？和我们的这个 Ctrl+B 也是一样的，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装配下面有一个组件位置，里面有一个什么？有个显示约束是一样的。OK， 那这个案例呢，我就讲到这里。
我就讲到这里啊。如果在座的各位想跟阿勇老师系统学习我们这个优机产品结构设计、优机模具设计以及优机装配的优机钣金啦，还有呢优机这一个其他的课程的话，阿军老师系列的其他课程的话，你们都可以加一下阿军老师的 QQ 157-233-1174啊，157-233-1174，或者加一下阿军老师的微信啊189-7491-1253啊。加一下阿勇老师的微信189-7491-1253。OK， 这一小节课呢，我就讲到这里，主要讲解了以一个案例为主来讲解什么？来讲解我们优机装配模式下的一个装配设计，就是说零件呢，我们事先创建好了，然后一个一个装起来。那我们在装配模式下还有一个新建组件，就是什么呢 ？top down 设计，也就是什么呢？自上而设计的方式。那这个呢，是我们下节课的内容来讲解到的。OK， 关于这小节课我就讲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